Hey, what's up, it's Chuck. 大家好，我是查克。今天这个视频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2018年世界杯我去俄罗斯的时候，住宿这方面一共花了多少钱。群里的小伙伴应该也知道，我已经买好了2022卡塔尔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门票。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去申请这个 Hire Card。在申请 Hire Card 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个 Fan ID 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先预定好住宿。我们有了球票，订好住宿，确认之后，我们才可以去申请这个 Fan ID。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卡塔尔本身它这个国土面积比较小，目前它的这个酒店的接待能力与这个预计来的游客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口。关于这个事情呢，我会单独的再出一个视频跟大家来聊一下。就目前以我这个视频传上去的这个时间点，我们能够通过官方渠道预定到的卡塔尔世界杯比赛进行期间最便宜的房型，就是这种公寓式的，也就是民居改成的，其中的一个房间摆2张单人床，然后洗手间呀、厨房是共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房间的房型的价格是$100一晚。说实话，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真的有一点点的贵了。但是考虑到卡塔尔本身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当地的居民的收入也是非常的高，这样子的一个价位，其实对于当地人来说，这个完全不存在任何的问题。但是对于广大的球迷来说，来自全世界的球迷来说，有很多的球迷他来自于不太发达的国家，比如说这些非洲的球迷、南美的球迷，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价格说实话真的是有一点点贵了。那么正好我来跟大家聊一下，我在2018年去俄罗斯看世界杯的时候，一共在住宿方面花了多少钱。在这儿呢，我先让大家来猜一猜。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我2018年去俄罗斯应该是6天5晚这样子的一个行程，其中有2晚，第1晚和第3晚其实我是没有花钱的，因为我在第1天到达莫斯科的时候预定好了免费的这样的一个球迷专列，所以第1晚呢，我是在球迷专列上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这一夜是在火车的卧铺上来度过的，这就省了1晚的一个住宿费。然后第3天的时候呢，是从圣彼得堡回到莫斯科，这样子的一个夜班的一个卧铺的行程，这样也就省了1天的一个住宿费。所以实际上呢，我在俄罗斯期间其实就真正预定青旅就是睡了3晚，其中呢，在圣彼得堡睡了1晚，在莫斯科睡了2晚。我不知道青旅大家有没有一个概念，就类似于我们的这种上下床的这种宿舍，一个房间它可能摆4张床、4张上下铺，也就可以睡8个人，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然了，洗手间呀、洗衣房啊，这些都是公用的，可以满足个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基本的卫生需求。洗澡、上厕所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只是睡觉的时候，你这边会在一个大的空间当中。第一个呢，我是在圣彼得堡这边住的，这个是一个8人的一个床位，而且它是一个 mixed dormitory，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允许男女混住的房间。第2天起床的时候我还遇到了埃及的球迷，2个男球迷，我们还聊了聊，然后有2个来自南美的女球迷，一个是秘鲁的，一个是委内瑞拉的，也是就简单的打个招呼，寒暄了几句，然后我们就去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那个青旅呢，我记得也是特别的有意思。首先那一个地段非常的好，它就在一个大型地铁站的一个出口，出来就是那个地铁站本身它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商场，而且我记得非常的清楚，那一站地铁叫做 Kivskaya， 也就是基辅站。俄罗斯当地的球迷，有德国的球迷，因为我看那场比赛是德国和墨西哥嘛，也有墨西哥的球迷，我们是在一个房间里。好的，最后呢，来跟大家揭秘一下吧。那么我在俄罗斯期间度过了5晚，其中3晚是在青旅度过的。我一共花了多少钱？我来给大家
看一下，这个金额386，这是人民币，同时这是2个人的，因为我帮我哥们儿一起订了，这个价格我们再除以2，193人民币。对的，这个就是我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在俄罗斯住了3晚青旅，一共的花费193人民币。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听到这儿的时候应该都是难以置信，还好我这边是通过 Bookings 来预定的，所以呢我也把我 Bookings 的预定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贴在这儿。这是我在圣彼得堡这一家青旅入住的一个信息，有 check in 也就入住的时间和 check out 离开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一个是在我莫斯科这边青旅的一个预定的信息，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我这边是住了2晚，而且这个呢是我们2个人的一个价格。所以现在对比一下，我在俄罗斯期间一共是住了3晚的青旅，花了不到200人民币。再对比一下现在卡塔尔我们能预定到的这样的一个房型来看，这个差别真的是很大，所以我们还是再稍微的等一等吧。而且国际足联 FIFA 的官网上，我看到他昨天也发了一个文章，就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承诺每一个去卡塔尔看世界杯的球迷都能够找到一间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这样的一个房间。好的，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查克，再见。